现在就要见到洋洋。少废话，你现在没有资格发号施令。好，你说吧。奇怪，这个场景我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展超，我们去那边。等等，我肯定见过，不是做梦，是外国的一部大片吗？都什么时候了啊？薇薇，是什么样的情境？保证。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个罪犯应该是模仿电影里的情节在实施犯罪。你要知道，新手作案都是模仿电影里的情节或是小说的情节才开始的哦。就是似曾相识嘛。你看着，在咖啡馆交赎金，在洗手间换衣服，然后从后窗跑出去，连时间都是一模一样嘛。8点，我肯定看过，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。薇薇，不要着急，慢慢的想。怎么搞的？都到嘴边了，我说不出来。保证。我没时间陪你们胡闹。薇薇，你要排除一切的干扰，仔细的回想线索。你可以想一想，那部片子是谁主演的，或者是你跟谁一块去看的，再或者展超，我跟展超一块去看的嘛，大清华电影院。你想想。你什么时候跟我妹去看过电影？哎呀，你快想想，就上个月咱俩看的那部。哪一部啊？上个月我们看了3部哎。哦，找打呢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丽莎·路易斯的《绑架风云》嘛。太好了，说说后面是什么情节？接下来应该是电话亭和报摊儿，那咱们出去就应该能在那儿看见。快，去。看见没有？这就是聪明，这就是智慧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边，走。走。这边。这边。到底在哪儿啊？这边。如果不是看我怎么罚你们。把钱让开！你还我洋洋！站住！李秘书，是谁比较蠢呢？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大新华电影院也不是就你一个观众，你下回学绑匪啊，一定要找一个冷门一点的电影。孩子在哪儿？你的同伙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你还想负隅顽抗吗？李秘书，你和赵议长不是总批评 DBI 玩忽职守吗？可是 DBI 啊，还有一项劣迹，你可能不太清楚。什么？刑讯逼供。就你？我到 DBI 上任这么长时间，跟公孙探长破了这么多案子，你不会以为我们都是靠这儿吧？我不信。你太不了解 DBI 了。说不说？
是看绑匪一直没来电话，我就想在绑匪出现之前，先弄一笔钱。前段时间投资亏了很多钱，欠了老大一笔债。原本我是想问我姐夫借的，他明明有50根金条，就是不借给我。我没办法，只好学电影上来这么一出了。我说的全都是实话，孩子真的不在我的手上。我错了，你们饶了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求求你们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。鼠辈，啊！我再从他身上找找线索。没用的，他的手法跟真正的诈骗犯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我还是维持以前的判断，这起案件跟赵家内部的人有关联，但绝不是他。怎么样？有进展吗？赵局长刚刚打过电话来说，他不准备再起诉李凯了。不起诉？他说李凯毕竟是他内弟，他不想在这个时候让他的太太再难过。这根本就是个托词。他是不想让他的竞争对手抓到什么把柄。李凯是他的小舅子兼秘书，现在成了一个诈骗犯，简直就是个丑闻。都什么时候，他还在想着维护自己的形象？总之，这件事情对外要保密。案发已经36小时了，一切又回到了起点。是啊，一切又回到起点。36个小时，对于一个刚满月的孩子来说，确实是太难熬了。没尿布了。没尿布了。你干什么？做尿布。看来真正的绑匪并没有勒索赎金的意图。如果不是要钱，也不是拐卖，那么就剩下恐吓、威胁或者报复寻仇2种犯罪动机了。一个人的交际圈子分为几种，这起案子一定是跟赵迅最近的人干的。我建议从赵府的内部开始查。李凯都已经被排除了，你能不能把视线放得远一点？眼前的疑点都没有查清楚，你就是把目光放得再远，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抱歉，诸位，刚才在实验室里有一些奇怪的发现，还是过来一趟吧。这个是梁什么？浪荡碱。上次包正怀疑奶妈扣出的鱼汤里有氯仿，后来经过检测发现没有氯仿，这件事就作罢了。但是在无意当中，我发现了鱼骨头有所变质，我又重新做了检测，得出来的结论是，里边还有浪荡碱。能说得再明白一点吗？这是一种生物碱，只要摄入超过20毫克，就会使人中枢神经麻痹，反应迟钝；再严重一些，就会使人精神萎靡、四肢无力，甚至处于半昏迷状态。这么说，这个奶妈整晚一直昏睡，就是因为喝了从赵府送来的鲫鱼汤。不仅如此，这种生物碱还可以通过奶水摄入到孩子的体内，哪怕只是微量，都足以让孩子昏睡好几个小时。又是你对了，这个不重要。哎，你们俩就这样走了？找人吵架，你去吗？刘阿姨，小郑，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你，这可能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事了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，我怎么跟您说呢？他是我同居同事的普通朋友，公孙泽。你好。这位呢是刘丽华阿姨，我妈妈的老同学。就这么介绍完了？
哎呦，这要让外人听见了，还以为我跟你妈妈只是很普通的朋友。不行。公孙泽，你听好了，这位刘丽华阿姨不仅是我妈妈的闺中密友，而且我跟我妈妈还在刘阿姨家白吃白住了7、8年，就连我上法学院的学费都是刘阿姨资助的。哦，阿姨你好。你好。真的要非常感谢您为德成培养了一位旁门左道的人才。早已听闻公孙探长的大名了，今天一见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过奖了。一定要记得，不要跟小郑学坏。不会的，刘阿姨，我只是给她的生活加一点颜色。赵议长，我是真没有想到，我来到德成之后3次去刘阿姨家都没有碰见她，今天会在这儿。我跟你们这刘阿姨啊，算得上是老朋友了。瑞鑫药业摊子太大，而小郑也不愿意做我的左膀右臂，所以我只有一个人撑下来，哪能不忙呢？哦，对了，赵议长他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听说赵夫人这2天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我特意过来看一看。好，既然是故人，那你们就好好聊聊。我先上楼休息。石培，刘阿姨，我今天到这儿来呢，是有一点公事，所以不能再陪您聊天了。您看这样，我回家约上我妈，改天呢，咱们一起吃饭。好啊。不过赵家最近可是多事之秋啊，而且赵议长也是日理万机的，所以你们2个要多多费心了。这是我们的职责，你们务必客气。我送你。好。家里的仆人一共18名，他们大部分已经在赵家干了7、8年了，有的父母就在赵家工作。在这些人里，只有一个奶妈叫寇珠，还有一个厨子老黄，来的时间比较短。有厨子？对。诸位。前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我希望你们有谁知道什么情况，或者有所怀疑，都要向 DBI 及时汇报，因为这关系到洋洋的生命安全。鬼鬼祟祟一个人在厨房干什么你？不是，我就是随便溜达溜达。贼眉鼠眼的，哼，不是好人。你想下毒是不是啊？下毒？我怎么会下毒呢？哎，你们这赵议长平时怎么跟你说的？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？哎，嘿，你今天来的最是时候。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倒是找你。探长，这厨房呢是我的地盘，对不对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人呐有多动症，理解理解。走了。好吃，好吃。蘑菇鸡，现玩意儿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拿回去尝尝。有了，浪荡碱检测呈阳性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作为一种副交感神经抑制剂，它的毒性非常的强，只要是摄入微量，就会使人神经系统麻痹；摄入超过2克，就会使人呼吸系统麻痹，有生命的危险。这样的有毒调料放在厨房里，罪犯就不怕出大事儿？蘑菇精是一新玩意儿，价格非常昂贵，在德城没有几家人能够买得起，是专门给那些孕妇准备的，既能够调味，又不像味素、胡椒粉那样有刺激气味。看来就是冲着奶妈来的。你说会是谁呢？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厨子？因为他接触调料最方便。你这是简单的逻辑。如果你是一个罪犯的话，你会这么干吗？是你偷的？我就说嘛，最近怎么老少东西啊？哎，不，您听我的，我能帮您抓到小偷。好吃啊！你别说，今天这个饭，哎，真是香啊，真好吃。哎，要不然人家谁都争着去当官啊。是啥意思啊？当官就有钱，有钱才请得起好厨子呀！来，大家尝一尝啊！来，大家尝尝这冬瓜老鸭汤，这是我老黄的招牌菜。来，别动，都别动。懂不懂规矩啊你们？啊？让老人家先喝。好，来。哎，这，该我了。大家尝啊，真鲜呀，好喝。哎，老王，你说咱 DBI 的那个鸭架汤，为啥喝着总是一股泔水味儿？你看人家这，哎，你说老黄，你有什么绝招啊？嗨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绝招。这个汤里边呢，我加了很多西洋的蘑菇精。蘑菇精？哎，你见过的？就那个瓶子上全是洋文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吃饭。味道很不错吧？哇，好辛苦啊，还吐不出来是吧？别怕，其实没放蘑菇精。哎。你说，咱们是不是找不到方向了？那看你要通向哪里。你呢？还能摸清方向吗？你这么问，实在太没礼貌了。我查案子从来都不给自己定方向。哼，司机阿超，我觉得肯定只是其中一个链条。这次绑架有组织、有预谋，计划极其缜密。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弄清全貌，看到的都是些零件。继续。我打算兵分2组，一组把赵迅的圈子重新摸一遍，从最内层开始；另一组检查信件。信件？你还记得李凯交给我们好几箱寄给赵迅的恐吓信吗？我要一封一封的查找，不信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。哎，对了，你对笔迹鉴定之类不是很有研究吗？过来帮忙。我没空。有那么忙吗？我要去喝一杯。怎么，在等人啊？语音？你怎么知道？
是他却有夜行症。别忘了去 DBI 报道。你是不是还有所隐瞒？没有就好。我们是不是该动手了？不急，你要给我记住，无论对待哪种猎物，别人出手的最佳时机只有一次，不能提前，当然也不能错过。知道了。唉，这有告状的，也有求助的，这情书还有几封呢？这小半个得逞的人，都跟咱赵议长扯上关系了。我这儿呢，倒有2封恐吓信，信上说啊，要让咱们的赵训议长大人全家死光光。写了一大堆骂人的话，都没有重点。这种人也只是过过嘴瘾而已，根本不会动手。唉，忙了大半天，才看了1箱子，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去啊？怕什么，老萨？静下心来，总能有所发现。嗨，忙着呢。忙着呢，你以为我像你啊？还有时间去酒吧？哎呀，我去酒吧也是为了查案，这不是来找你帮忙了吗？我还有2具尸体等着验呢。我说你们别总想搞特殊啊。这次还真不是我特殊，而是因为死者比较特殊。哎呦，够资格吗？我说包检察官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里是法医科，不是兽医站。谢瑞，填表格吧。姓名：Sherry。你还验不验了？小 M。死者雌性，年龄在1岁半到3岁之间，已绝育。口腔黏膜溃烂严重，瞳孔浑浊，口鼻处有粘液。直接致死的原因应该是中毒。能查出是什么毒吗？还不能确定，可能是毒鼠强或者是氟乙酰胺之类的毒药吧。就这些啊？嗯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可以请我兽医界的朋友帮你去检查一下。哎，谁干出这个事儿啊？啊，不是你做的吧？我到底是不是？绑匪是绑匪，我正在帮你找线索，帮他报仇。对，阿姨，我们找到绑匪，也就找到了谋杀他的仇人。天哪！难道一个灵魂寄托在这个宠物身体上面，就那么不被尊重了吗？太可怕了！太可怜了！太可怜了！哎，儿子，你知道我今天在街上碰到谁了吗？刘阿姨。料事如神呐！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了？他说你是一个资深美女。又猜对了。然后呢？他说他想见我。那记得回来吃饭啊。我走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看，哪来的？不是你朋友借给你的吗？啊，普通朋友。哦，对了，你好，再见，拜拜。
没事吧？没事，有事也是好事。报告。哎，探长，发生什么状况了？我等你告诉我。哎，坐。不要紧张，我们只是向你了解一些情况。你是什么时候来赵府的？大概3个多月前吧，那时候我孩子还没出生。也是一个同乡介绍的，她也是个奶妈。你自己有孩子？去年我当家的得病死了，那时候我刚怀上孩子没多久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赵迅跟哪些人有过节？尤其是最近这些天。议长可是个大好人，别人怎么说他我不管，可是我身边的人说起他都夸他呢。那你对赵府的人都熟悉吗？有没有什么异常状况？哇，不会吧？哎，这么多！哎呀，探长，哟，长得不错啊。探长是不是喜欢他呀？把事是，找个这样的真不错，就是吧？我要能找这样一个，什么事这么有趣啊？他们说你喜欢寇珠，说她很漂亮，他还说想娶这样的媳妇儿。原来你们都喜欢这种类型啊？还好还好。就你，就你们俩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哎，老马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什么话？我是劝你们俩呀，死了这份心吧。就那小娘子，那一看那就是赵迅的人。赵迅？怎么说？我去赵府排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赵议长对这个奶妈特别的关照。哎，别问我为什么啊，就男人对女人的那点心思，谁心里不明白呀？哎，老马，你不要瞎说啊！赵议长可是很正派的。我瞎说？我要没有实凭实据，我敢瞎说吗？有一次，我亲眼看见，他就趴在赵议长的肩头哭呢，赵议长就这样，这样。嘿，真的假的？就那阵势，俩人要是没点猫腻儿，我老马这警察白干了。老马，这么重要的情况，怎么不及早向我汇报？这不就那点风流韵事吗？有啥大不了的？有啥大不了？啊！如果寇珠跟赵迅的关系非同一般，那么整个绑架案就会有另外一种可能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全力给我调查寇珠的情况。啊！是。呀！别哭了，哭得我脑仁都疼。早知道一点用都没有，费什么心思弄香粉啊？手躲腰啊！宝贝儿，有点爱心，有点耐心。学我呀！哎，我发现啊，富人家的小婴儿啊，其实熟悉的不是妈妈的味道，是奶妈的味道。屁！真的。哎，家里有人吗？我是隔壁的，就叫我好婆吧。啊，哎呦，你看这孩子一直在哭啊，哎，
我来帮你瞧瞧啊。哎，来来来，哎呦，你看可不是饿着了吗？哎呦，哎，你这么瘦，那奶水肯定不好的呀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奶粉孩子吃了是要拉肚子的。哦，阿婆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？上菜市场买那个猪蹄子清炖，再做点鲫鱼汤，还有呢，实在不行，在那个池塘里抓一个王八，好好的熬浓浓的汤，肯定下奶的。乖乖的当，哎呦，阿婆，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，我马上去办啊，您放心。你有什么事儿呢？你尽管找我帮忙好了。哎，好。远亲呢还不如近邻呢。哎，好，你说对不对呀？哎，再见，阿婆。哎，这个傻老太太有事没事？我又没生过孩子，哪来的奶？这个阿婆说的有道理，这孩子确实饿了。哟，你倒心疼了，有本事你下奶来喂啊！哎，宝贝儿，这孩子如果真饿出个好歹来，咱们就拿不到钱了，知道吗？得想个办法。就凭这些？这些还不够。寇珠进赵府才几个月，赵训就已经秘密为他购置了2处房产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寇珠在他进赵府后不久，他的儿子就不幸夭折了，而且还是赵训花钱办的后事。这些我都已经看到了，你的结论呢？我的结论很简单，赵训和寇珠一定有私情。我怀疑的是，寇珠不想再当小三，要求转正，而赵训不肯，于是寇珠就想出了以绑架孩子相要挟。这一点我不敢苟同。虽然我也不太喜欢赵训这个人，但是原因有很多，不包括男女关系这上面的问题。反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爱自己老婆的好丈夫。那这些怎么说？这些只能够说明赵训和寇珠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主仆关系。如果我们想知道更多的话，可以自己去问。走。每天都有人失去工作，失去健康，失去希望，这样的状况蚕食着人们对歌手的信心。所以我们今天贫穷的富有的外来的或者世代扎根于此，济济一堂，就是为了战胜恐惧，摒弃那些阻碍我们的冲突和矛盾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选择。提高医疗质量，降低医疗费用，这是我赵某身为德城医疗卫生委员会领袖义不容辞的职责。人心的繁荣需要的是人健康的掌握，所以我希望广大的德城市民支持我。我真佩服，孩子至今生死未卜，他居然还能站在台上振振有词，面不改色。哼，这就是你跟我都做不了政治家的原因。赵议长，赵议长，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？赵议长，你不能不管我们了，赵议长，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？赵议长，我的孩子怎么办呢？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，快走！议长。你们俩人呢，
已经在我家里弄出不少事儿来了。先是李凯，后是司机阿超。现在进展怎么样了？议长先生，您知道刚刚在广场上发生什么了吗？哼，我倒是希望我的竞争对手已经跳楼了。很可惜，并不是，而是赶来一群急匆匆的请愿市民，他们嚎啕大哭，呼喊着您的名字，就好像您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一样。可是您呢，假装没有听见，都不愿意停下自己的脚步，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。你们只有5分钟。部长，抓紧时间。您现在还在竞选期间，就对请愿的市民这么置若罔闻，真没有办法想象，假如你有一天真的当了市长的话，会怎样兑现刚才那些慷慨的承诺呢？已经过去10秒了。一个声称爱市民的人，不仅应该爱自己的家人和孩子，更应该爱别人的家人和孩子。请注意你的身份。我的事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。还你10秒。我真的不想有一天，您到了连自省都没用的地步。我问您一个问题：我该做什么？我还有个会，你们请便。您跟寇珠之间是什么关系？她只是我的保姆，我就是她的雇主。议长，那您为他家置办房产，为夭折的孩子办后事，这些你又怎么解释？现在这里就我们3个人，您可以。我只是可怜他。看他可怜，您对奶妈的关心让我们印象深刻。试想一下，寇珠的孩子突然间夭折了，而这个孩子父亲的身份非常值得我们质疑。还有，洋洋是莫名其妙失踪的，再就是。你真的跟寇珠？你别听他们瞎说。房产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与奶妈之间的私情看来是板上钉钉的，很有可能是这样：2个人关系已久，奶妈一直安于外事，但有朝一日突然进了丈夫，领略到从未感受过的奢侈生活，就开始觊觎女主人的位置。很有可能，那个夭折了的孩子也是赵迅的骨肉，因为没有了孩子，他要报复，于是就绑走了赵迅的孩子，逼他就范。可是有一点说不通，你可别忘了，案发当晚。寇珠可是被人在鱼汤里下了迷药，监守自盗、贼喊捉贼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。如果他的心思够细，一定懂得先撇清自己的嫌疑。那匹蘑菇精，谁都有可能下毒。那我问你，像寇珠这样一个乡下的女人，怎么会动用职业杀手？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。既然你觉得奶妈没有嫌疑，那你刚才为什么还一个劲儿地逼问赵迅呢？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人呢，可是我还是希望德成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
那么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公平正义的领袖。如果他不可告人的事情越来越多的话，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再审扣住，他是最重要的突破口。